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有趣的心理学话题，就是那些被母亲过度控制的儿子，也就是妈宝男是如何产生的。在中文互联网的情感话题下，吐槽和鉴别妈宝男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网上有许多的教程在手把手教女性如何识别并避开这类男性。比如大家经常看到的标准就是妈宝男总是把我妈说挂在嘴上，大到买房和职业选择，小到穿衣吃饭，凡事都征求妈妈的意见，一旦发生矛盾，想到的是让妈妈评理，丧失了独立做出判断的能力。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些浮于表面的特征，其实是非常容易判断和识别的。而现实是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那些在感情初期对一部分女性造成强烈吸引力，甚至让人深陷其中的男性，恰恰是隐藏极深的妈宝男。因为一个人的内核在恋爱初期的滤镜下是不容易发现的，他们身上可能有一些迷人的气质，成为了一些女性投射浪漫幻想的载体，并且填补了他们内心的某种缺失。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妈宝男都会跟妈妈如胶似漆。许多男性甚至是非常疏远和讨厌自己的母亲的，这种看似叛逆或渴望独立的现象，让我们无法将他们与妈宝男联系起来。但实际上，那种对母亲极其深刻的眷恋和纠缠，往往是进入深度关系后才会发现的。那这期视频，我们尝试跳出简单的道德批判，去深度分析和理解这种妈宝男的内在逻辑与不同类型。不过在正式展开之前，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并不是要给人做出一种严格的分类，不是非黑即白的去判定某一群男性绝对是妈宝男，而另一些绝对不是。人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必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实际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未能觉察到的情节。所谓控制，在日常生活中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被清晰界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正要探讨的，仅仅是一种由于被母亲过度控制而产生的男性心理状态。它在每个人身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倾向性。因此，我们的频道并不鼓励一种心理学或者医学的洁癖，也不鼓励轻易地对身边的人进入一种诊断状态。除开一些极端的情况，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候，所谓的健康与病态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严格。我们去理解它，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性，而不是单纯的分类。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我们先来探讨第一类被母亲过度控制的儿子，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家型或者永恒少年型。永恒少年这个词来自拉丁语 pure eternus， 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作品中，这个词指的是某种古希腊神秘仪式的一个孩童神，而荣格派心理学家冯·法兰茨在他的著作《永恒少年》从荣格观点探讨拒绝长大中，用永恒少年指代具有母亲情节的一类年轻男性。这类男性的童年往往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他们是被母亲绝对宠溺和全方位包办的。在这段母子关系中，母亲对儿子百依百顺，甚至呈现出一种卑微和讨好的姿态。这种扭曲的宠溺，很多时候并非源于健康的爱，而是源于母亲自身在婚姻中的不幸，或是她自我价值的极度匮乏。母亲无意识地将儿子视为了生命中唯一的救命稻草和情感寄托，用密不透风的关心剥夺了儿子面对真实世界的机会。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19岁的男孩，他的妈妈在快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对他也非常宠溺。他从小就习惯了随时叫母亲来为自己处理所有的生活琐事。有天晚上，他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便立刻命令母亲开车来接他。当时母亲正在忙，没有接通电话，他便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愤怒。当他和别人发生矛盾和纠纷时，他也习惯立刻给母亲打电话，让母亲去和对方沟通。他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粗暴和任性。
当然，哪怕是在讨好和软弱的母亲，有时也会忍无可忍，和孩子大吵一架。但这位男孩的反应是直接跑到河边坐了整整一夜。这个举动可把家人吓坏了，母亲立刻不再强硬，又回到了那种无限讨好，生怕他自杀的状态。于是，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病态的闭环，儿子不断地剥削母亲，母亲偶尔试图反抗，儿子立刻用情绪崩溃甚至自杀行为来进行勒索，母亲陷入恐惧，最终再次屈服。那么，为什么我会称呼他们为艺术家型呢？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未来都能成为艺术家，而是说这种特殊的养育环境赋予了他们一种迷惑性的气质。他们通常是非常多愁善感的，其中的一部分往往对诗歌、音乐、舞蹈等方面有兴趣，有时候他们也会发表一些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这些观察在很多时候是深刻和有洞察力的，因而他们也有一种哲学家的气质，但这种哲学又是缺乏血肉的。比如一位少年在看到许多人非常辛苦地上班时对我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几十块就对老板忍气吞声，卑躬屈膝，忍受那么恶劣的通勤条件和劳动环境，我要是活成那样，还不如死了算了。有时候他们也会对制度对人的异化深恶痛绝，比如认为人们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本心，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每个人都只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走而已，连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都忘了，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永恒少年经常用死亡来表达对这个糟糕世界的厌恶，面对不完美和肮脏的现实，他们的反应是掀桌子，我不玩了。不得不承认，这些话语可以说非常的清高，有骨气，甚至是非常深刻的，但也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天真和冷酷感。一个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在批判和揭露制度对人的压迫和异化时，会同情具体的人，而不是居高临下指责别人不反抗。需要承认的是，这些话语有时候显得非常超凡脱俗，因为它保持了一种纯净的孩童感。许多人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将自己切割和异化，切断与潜意识和童年的那个魔法世界的联系，戴上厚厚的人格面具。然而永恒少年由于有母亲无限的庇护，得以不必遭受现实世界的摩擦，可以站在世俗体系的外部去观察，他们能保留生命初期的直觉和对整体性的渴望，有时候能一眼看穿世俗社会中的人为了利益而被异化的荒诞性。但这种灵性又是缺乏现实性的，它只是一厢情愿地凸显了当事人本心的纯洁。那聊完了这种缺乏血肉的哲学感，我们再来看看那种艺术家气质，也就是极度的多愁善感。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外界刺激和情绪波动，都能在内心里引起巨大的波澜。一片落叶的凋零，一首哀伤的音乐，或者是别人一条没有及时回复的信息，都可能被放大，让当事人瞬间陷入一种悲痛，甚至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抛弃自己的极致情绪体验中。这种毫无遮挡的感受力，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确实有时会呈现出一种迷人的才华，让人觉得他们拥有极其丰富和细腻的灵魂。但一旦将其放置在真实的世俗生活，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这种极度的敏感通常会显得相当自恋和目中无人。例如，当他们感受到痛苦，哪怕只是一点点委屈和不满，他们自身没有能力处理和消化，而是立刻抛给伴侣，他们可能陷入自恋性的暴怒，无法共情自己伴侣的疲惫，不断地强调自己的脆弱、灵性或者高贵的灵魂。当伴侣试图向他们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分担一些家务、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严重的伤害，是一个十足的受害者，而自己的伴侣仿佛变成了一个强大且邪恶的加害者，他们把自己的受害感当作一种攻击对方的武器。结果，他们的伴侣被迫在关系中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供奉着这个易碎的瓷器。他们强烈的痛苦，尽管在外人看来有夸大的嫌疑，但当事人主观感受绝对是真实的。只是这种痛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边界的养育关系塑造的。
母亲可能是处于弥补自己童年的缺憾，也可能是处于对婚姻的不满，选择无限地满足儿子的表面需求，让孩子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扮演无所不能的天才，又因为母亲缺乏必要的边界和过度卷入，使孩子未能发展出主观想法和客观现实的区分能力。结果是他们陷入了心理等同模式，不能区分主观的痛苦体验和客观的灾难，因而即使是微小的负面情绪，也容易升级为剧烈的痛苦和崩溃。值得一说的是，这种心理等同模式也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根源之一。尽管他们拥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但大多数的永恒少年并不能将自己内心的那些丰富的感受转化为任何一种现实的文学作品或者艺术创作。因为感受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创作是一种主动的，需要韧性和意志力的输出。那么这种极度的多愁善感和丰富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呢？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就是感觉剥夺实验。1954年，几位心理学家找到一群大学生被试，在付给他们每天$20的报酬后，让他们待在一个缺乏刺激的环境里。他们可以躺在舒适的床上，需要佩戴手套和袖套，这是为了减少皮肤产生多样化的触觉。他们听不到复杂的声音，也看不到什么图案。起初，学生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每天$20的报酬在1954年的美国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刚好可以好好睡觉或者思考问题。然而不久，他们就无法安然入睡，他们感到无聊、躁动不安，渴望得到刺激。他们会唱歌、吹口哨、自言自语。一些学生表现出了头痛、轻微恶心。与此同时，那些试图思考和复习功课的学生发现，在隔离期间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有效思考，甚至大量的产生幻觉，也就是幻视和幻听。一位被试说自己看到了弹丸击中了自己的手臂，另一位被试则声称自己在触摸门把手时遭到了电击。不仅如此，还有被试感到一些难以描述的现象，比如自己好像有2个身体，感觉自己的头和身体正在分离，或者看到了不存在的人脸。有人感觉到房间里有某种邪恶的存在。这个实验在我看来有非常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不到外界刺激的时候，他虽然避免了很多外界的麻烦和痛苦，但是似乎他的痛苦反而变得更强烈了。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负面事件的刺激，这种痛苦就显得难以理解，非常的晦涩难懂。对于永恒少年而言，他们的过度包办和溺爱，百依百顺的母亲在无意中为儿子建造了一个心理上的感觉剥夺舱。母亲用密不透风的爱替儿子挡住了外面世界所有的挫折、冲突和焦虑。然而，人的自我是需要通过不断的与外部真实世界碰撞、受挫、妥协和克服困难，才能逐渐形成清晰的边界并强壮起来的。当母亲把这些真实的触觉全部切断后，孩子的心理骨骼和肌肉就萎缩了。因为缺乏现实土壤的锚定，他们大脑中那些充沛的能量无处安放，只能向内疯狂反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因为一些看起来似乎很微小的挫败而感到剧烈的，在外人看来难以理喻的痛苦之中。他们所产生的那些悲观、厌世、觉得不如死了算了的念头，就如同实验中被试感觉到的邪恶存在和身体解体的幻觉一样，是由于长期的心理隔离，导致大脑被迫不断放大微小信号而制造出的惊恐。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觉得我在批判多愁善感，或者说贬低这种带着些天真和脆弱的灵性。其实我本人从小就是一个容易多愁善感的人，时至今日也是这样。我仍然认为敏锐和丰富的感受是宝贵的财富，它意味着一个人连接着内心深处那个神圣孩童的原型，它代表着生命的直觉、自发性和无限的创造力。这种纯粹感本身不应该被消灭，反而是可以转化为富有创意的作品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巨大的能量必须得找到一个现实的出口，否则那些未能转化成作品的才华和未能付诸行动的情感，非但不能滋养我们，
反而会变成抑郁、狂躁和自我毁灭。因此，这股能量不应该被否定，但需要经受现实的摩擦，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伟大。很多人害怕，一旦被世俗的规律框住，他们的才华就会消失。但正如作者所说的，如果一个男人在停止做永恒少年后就失去了所有的艺术才华，那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不仅需要灵感，还需要在阴沉的早晨把自己踢出被窝，去完成平淡无奇的常规工作。歌德在早期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也体现出了典型的永恒少年和自杀倾向，但他没有停留在那里，而是超越了这个阶段，最终体现为浮士德式的充满进取性的人生态度。浮士德领悟到，真正的自由和生命力不是在无菌的玻璃罩里自视清高，而是要在充满局限的现实中去搏斗、开拓和创造。母胎化的男性在人际关系中往往缺乏界限，期待全世界都像妈妈一样迁就自己，一旦无法掌控环境，就会退缩回全能自恋的幻想状态。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强迫自己打破这种状态，拥抱现实的摩擦力，例如去试着真正的关心别人、理解别人，而不是仅仅沉浸在孤芳自赏和自言自语，去强制自己做一些枯燥和需要耐心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在灵感爆发或者激情上来时才去创作。今天我们深度剖析了永恒少年型或者说艺术家型的妈宝男，但就像我开头所说，过度控制的母爱催生的形态不止一种。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